是什么让我不远万里去美国德克萨斯道了个歉呢？是这样的，我决定给自己放一个假，下一个目的地是南美阿根廷。我飞阿根廷需要转机，我就想那反正要转机，莫不如飞一趟美国德克萨斯，因为那里有我和大胖媳妇之前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咋认识的呢？我和大胖媳妇在厦门上学的时候，这个 B 猪刚好在厦门旅居，当时他是一个多家国际上知名旅行杂志的特约作者，关系非常好。后来他和他女朋友还来参加了我和大胖媳妇的婚礼。我顺利过了边检，非常的顺利。他说你来干什么？我说见一个朋友。他说是男朋友吗？我说不是。他说进去吧。我见到了他，太奇妙了。我俩应该是17年左右，我们上一次在巴塞罗那见的，到现在得至少9年了。我的天哪！晚上我俩就开始聊天，聊了很多以前的事儿，然后我们就聊起了11年前他和他前女友一起从西班牙飞到铁岭来参加我跟大胖媳妇的婚礼当时发生的事儿。我俩聊了1个小时，后来我非常真诚的因为11年前的事儿跟他道了个歉。I always want to say sorry to you。那这是怎么一个故事呢？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办婚礼，当时来了很多外国人，当时 B 猪也来参加我的婚礼，然后他们就都会来我家里来看嘛。然后第一天走完之后，我奶她就记不住任何这些外国人的名，除了我老公以外，我奶这辈子没见过外国人，所以她记不住这些人的名。我奶就挨个给人起外号，风格非常简单明了，就是看外貌特征。其中有个英国女的，卷发，她管人叫绿眼睛小波浪。然后她男朋友我奶给起的好像是金色头发大门牙，就大概是这样的风格吧。然后有一天大家又去看我奶，我奶就想说这个逼猪她怎么没来呢？就说那个大鼻子小黑孩怎么没来呢？给我笑的。然后晚上我们一起去吃烧烤，我就学这个事儿，然后大家全笑了，逼猪也搁那笑。他不光跟我们一起笑，还给我翻了俩梗，大伙更笑了。然后那天晚上大家就都管他叫大鼻小黑孩。你吃洋枪养蛋不？大鼻小黑孩，你把纸巾递我一下，大鼻小黑孩。然后他女朋友就给我叫一边，就说小麦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谈一下，我觉得你要非常严肃的跟奶奶说一声，他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种族歧视，会给人造成非常不舒服的感觉。我希望他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这么称呼我的男朋友了。其次关于你，我认为你这个玩笑非常不合适，你为什么要转告给他？这是11年以前啊，我可确实不是特别成熟。我说我怎么冒犯他？这怎么叫冒犯呢？他说如果你不觉得这事冒犯，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事好笑呢？因为你知道这句话冒犯，他因为冒犯而好笑。当时我也懵了，但我记得我跟他说，我说但是我认为你太上纲上线了，你说的种族歧视的问题不存在于我奶身上，因为我奶没见过外国人，我奶不属于你说那个范畴，说我明知道这话冒犯，明知道这话有歧视的意义，然后我说来就是冒犯你，那是你们美国存在的问题。而对于我奶这种非常质朴的一个铁岭农村长大的老太太来说，她没有对外国人种族的这种区别对待，她给谁都起外号，她管大胖媳妇叫蓝眼睛小胖子，她也起。然后逼住女朋友说好的，首先你的老公起外号应该叫秃顶大胖子，不应该叫蓝眼睛小胖子，你奶奶有点掩盖重点。其次我非常不认同你讲的这个所谓的不知者无罪这套理论。那按照你这个逻辑，只要他不知道这些，他就可以一直这么说，也不会有人去纠正他。那其实这样的话，不知者就可以利用他的无知对有知者进行无限的霸凌。只要你一句我又不知道，然后难受的是有知者。他说我完全相信你奶奶是个善良的人，但是这不等于我不需要你去告诉他这句话，他不能再说了。然后当时的我又觉得他这么跟我说话我不是特别舒服，然后这么说我奶也不是特别舒服，但同时我就觉得好像哪儿好像就是触动到我了。然后这次我见着逼猪，我俩就又聊起这个事儿了。我回头问他，我说所以你还记得这个玩笑吗？他说我记得呀。我说当时是因为你笑的最大声，你哈哈大笑，然后还说你不光大鼻小黑孩，你还跟我说你美国人会叫你裤兜里揣满咖喱粉的提卡玛莎拉，你还替我翻梗。他说对呀，因为我习惯了，那是我的一生，我从小就被人这么开玩笑。我出生在美国，所以我没有任何印度口音，但是只要有个电影里有一个印度口音，他们说逼猪这是你在说话。只要哪儿有一个比较欢快的音乐，他们说逼猪你快跳舞。我从小就这么听，然后我也习惯了，在别人抛给我这种玩笑的时候，我要接住，甚至替他们翻梗，把这个玩笑开得更大，越大越好，然后就有更多人开我玩笑。我这一年也在看心理医生，然后我也在捋顺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做。首先，当你们多对一的开我一个人的玩笑的时候，我用我也开我自己玩笑的方式来变成你们中的一员，以减少我自己的孤立感。所以我与其我坐着等着你们开我玩笑，让我锻炼我的幽默感，我把这玩笑翻起来，那我自己也在主动的开我自己玩笑，这样我就试图在减轻心理上这个事儿对我的伤害。同时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就我自己开我自己玩笑来暗示我自己，这些对我算什么，我根本就不在乎。但其实我的这些行为一直在助长所有的人都觉得开我玩笑是 OK 的，然后我也其实非常痛苦。然后那天我就真是好好抱了他一下，就是我也是过了这么多年，我才真正理解我当时那个玩笑开的有多烦人。你不能说一个事儿你觉得是 OK 的，你就像很多人，我这个人心直口快，我觉得没啥的，咣加一下一说，这事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肯定不取决于你。这就是为啥很多时候女孩会处于一种处境，就是我说不明白咋回事，好像没啥，但是你就是不舒服。比如说我结婚之后有一次去加拿大，有个老头就是大胖媳妇他们家亲戚，我年龄得70多岁了。然后有一天我们去他们家做客，他就在很多人面前夸了我一句，其实不是夸，他就跟大胖媳妇说你知道吗？一直以来我就梦想有个中国老婆，因为我实在是太爱中国菜了。有了一个中国老婆，我就不用再花钱去中国餐馆。然后哈哈一笑，旁边还有几个老头笑了。我当时肯定就是不舒服。什么叫我如果娶了个中国老婆，我就再也不用去中国餐馆了？但是你知道他70多岁，他好像对于女性主义啊，男性应该怎么跟女性说话呀，这些东西他确实是不知道。你说他这个玩笑开的有多恶意，他就是想损你，他就是想贬低你，他肯定也不是。但是呢，他就是让人不舒服。当时他让我不舒服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逼猪，就是那个瞬间，我当时觉得我懂他的意思，就是一屋人都在笑，但是你不舒服。
反正总之我就是跟 B 柱道了一个歉。快走了 ，B 柱说要带我去吃一个德克萨斯特色，我很兴奋，而且在德克萨斯小镇的街头居然遇到了一个我。哎呀，我觉得他真的很像我，但是我会给我自己加美颜，不是给他加。到了店一看，哎，德克萨斯小龙虾，我好开心啊！我不给他留啥，都给他，还整个刀叉，谁吃小龙虾用刀叉呀？谁呀？家我说不会给他留啥的，因为他们吃不完饭。我给你们看看我俩的对比啊，这是我刀叉。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最近加拿大迎来了一波酷暑，高温，气温竟然达到了令人发指的32度。就32度对于咱来说就还行，都能活，但对于他们来讲灭顶之灾。昨天我老公他们一家人，一个溺水，一个脑震荡。我本来还愁呢，我寻思我最近心情也不是特别好，身边也没有啥段子，拍啥视频呢？结果我嫁的这家人就是素材往我脸上拍，不分享的白瞎。是这样的，就我的公公和婆婆最近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亲人，整的他俩就非常想立遗嘱。你别看他家条件一般，就他家住这房子，这个房贷老两口子还到75岁。但是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经济纠纷和有没有钱没有关系。豪门恩怨多，股份豪宅和豪车，寒门不消停，二手裤衩高压锅嘛。那划分的那个细致啊，给我都整震惊了。你不知道的以为硅谷都他家的，洗衣机给我大姑子，烘干机给我小姑子，电视机和厨房用品给俺家。哎妈，我一看给俺家全中国产的，到时候真有点啥事儿，我俩还得飞到加拿大去领取留给我们的义乌产的擀面杖，义乌产的擀面杖。结果他俩去立遗嘱的那天还没等出屋呢，出事儿了。我有2个小姑子，在这里我就区分他们为大姑子和小姑子。那天呢是我的小姑子第一天到这个新的地方来工作，第一天刚上班，她单位就给我婆婆打电话说你女儿脑震荡进医院了。我小姑子这份新工作呢，她的 title 很好听，是一个什么什么福利院的执行督察，但实际上呢就是看管一屋子这个智力缺陷人员。平时吧这屋人也是就是挺静默的一屋人，可以控制得住。说最近可能是太热了，而且他们很多地方室内都没有风扇和空调，就燃起了他们内心的一股聒噪。然后这其中呢就有一个病人是个拳击爱好者。我小姑进屋的时候呢，人家给介绍这是我们的新的工作人员，完这人就躲在了墙角后边，拿大拳击套等着呢。我可怜的小姑子刚进屋，还跟大家来了一个友好的开场白。大家被这该死的酷暑击中了吗？结果转角遇到爱了，正往屋走呢，一个大拳击手套，梆一个电炮，当场晕厥了，直接送医院去，脑震荡。当初他选这工作的时候还跟我说找这工作呀就是图个清静。然后啊，我都不白话你，当天下午同一天，我的大姑子溺水了。她这个溺水的原因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因为天热嘛。你知道那种儿童游泳池不？儿童游泳池充气儿的。我老公寻思天热，让我女儿玩水解暑，就把这个充起气儿放院里了。那个水充满啊，就到咱膝盖以上，都没有东北澡堂的水深。然后呢，我的大姑子也觉得太热了，也上这里来泡着降温去了。泡觉得挺爽，还拿了一瓶冰镇啤酒。结果喝完这啤酒呢，过度放松了，在里头睡着了，睡就出溜进去了。然后我女儿跑院里一看，喊她爸说：“爸，你看我姑自己在那憋气儿憋这么长时间，怎么吐泡呢？”然后我老公跑院里把她妹妹给拎出来了。好在我老公会溺水人员的现场营救啊，就是为什么呢？是说到这儿也是很神奇，就他以前打过一份工，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工。就他以前在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训练的场馆穿个马甲当救生员，当了6个月，都做出腰托了，没下过水。给奥运游泳冠军当这个泳池救生员，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工作。这个工作摸鱼容易，摸人难呐。那现在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能了，他就把他妹妹捞出来救过来了。然后我就听我婆婆给我讲这一天之内发生了多少抓马的事儿啊！但说实话，我怎么就很难由衷的表达我的慰问和关怀？我的真实感受就是，他们咋活得这么费劲呢？就是那话咋说的呢？我真的双 Q。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你俩这遗嘱最后立没立呀？那你家擀面杖我可正经挺惦记的，别到时候因为争这个打起来。”我婆婆说：“啊，那最后我们没立，我们后来想了，可能我们当时就想多了，死亡其实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我当时就想，看你怎么活吧，在你家忽远忽近这个事儿。”